贺总长，早。贺总好。早。没事，我就过来看看。早。早。早。好好工作。没放糖。这就和解了？不然呢？吵架，俩孩子还在家呢。但我保证，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出现第二回。子君今天跟玲玲请假了吗？我估计是不会来了。上班第一天受那么大委屈，我要是他的话，我也不想踏入陈星半步了。我当初就应该坚决地阻止他，不应该心存侥幸，以为所有的人、事儿都会如我们所愿。我给他打电话吧，问问他情况。他要是真想走，我帮他把手续办起来。哎，怎么了？你脸色这么差？哎，别提了，昨天一晚上折腾来折腾去都没睡好，胃不舒服。你看你，得注意啊！以后胃不舒服就上我这儿来拿药，别把胃给搞坏了。喏，谢谢啊。罗子君来上班了。他昨天晚上不是喝多了吗？昨天你好像有点喝多了啊。现在完全清醒了。我以为你要请个假什么的呢。没跟你请假，我肯定要来的嘛。不过今天早上确实差点迟到了，去了趟数据公司，把你要的推送广告的数据拿来了。这是昨天酒桌上随便说说的，本来想让小董去想办法弄的。说明我喝的不够多，你们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罗小姐，贺总让我看看您回来了没有？回来了，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好，我先过去了。好。他们昨天那么对你，我以为你不会再来公司了。我想过这个问题啊，不来的话，不是正中某些人下怀了，临阵脱逃之前的功夫都白费了。你要知道，你面对的不仅仅是新人入职被排挤的问题。我知道，琳琳要公报私仇，那这样就更不能让她得逞了，不是吗？你可以不理他，你完全可以换取一个没有那么多先天矛盾的地方。你以前都劝我要迎头而上的，为什么这次老劝我退啊？以前在别的地方，不管你遇到任何麻烦、任何事情，我总是知道该怎么帮你。但是这次，那就让我自己来，看看能给我打多少分。你昨天看到的那些情况，对我来说不是最糟的，再坏也坏不过之前他对我做的那些事儿。无非现在就是拉着那些阿猫阿狗灌我几杯酒，说几句羞辱我的话，对我来说就是站在我高跟鞋底的口香糖，很烦人，但是伤害不了我。不是这样的，罗子君。正因为我看着你这么走过来，我对你越来越了解，你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大无畏。那就说明我受的白眼和吃的苦头还不算多。我回去工作了。
任何时候有任何麻烦，随时告诉我。谢谢。有老板撑腰，真的是不一样哦。据我所知，贺涵也不知道他能继续回来上班。你说这个贺涵对朋友真的是挺仗义，但他真的把陈星当成后宫了。他忘了他上面还有董事会呢。那我呢？旧爱新欢都在这儿，最应该检讨的是我，不是贺涵。哎，你知道吗？今天董事会把你的 case 当成一个范例来。听说了。好像他们在讨论，让你来代替贺涵的。是开玩笑，我怎么能跟贺涵比呢？喂，我现在刚出去。行，那你等会儿我好吧？哎，好嘞。谁呀？小董，他说他电脑出了点问题，那我先上去了，你先回去吧啊。那我等你不等你啊？不用不用。唐小姐，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是为了罗子君吧？是啊，你应该记得，就在昨天，我还特意买了下午茶点心给你送到办公室，希望你可以对他手下留情。但我没想到你的涵养功夫这么差，一天都容不下他。唐小姐，你说的是昨天聚会的事情吧？其实我的初衷是好的，我是想在罗子君上班之前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最后搞得那么不开心，我确实没有想到。唐小姐，今天既然你跟我来说罗子君的事情，我就跟你好好说说吧。其实在我心里面，我真的不是很欢迎罗子君到晨星来上班。他跟俊生的关系，跟贺总的关系，我又在边上工作，你仔细想想，我难免会尴尬的呀。跟贺总什么关系？因为贺总是罗子君的保护伞呀。当时在苏总的公司里面，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是知道的，那到了晨星就更不用说了。俊生跟贺总关系走的是很近的，你是知道的。那现在贺总跟罗子君的是非难免会波及到他，我又在边上工作，你说4个人在同一个公司，这件事情复杂不复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罗子君到晨星来上班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个好主意。唐小姐，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真的不是来搬弄是非的。我很爱陈俊生，我跟他走到今天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我就想跟陈俊生2个人安安稳稳地过我们自己的日子。这世上从来越想求功名的越不得功名，越想求自由的越不得自由。一样的道理，你越想求安稳，就不得安稳。告辞。编题对你算好的了，任由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都没脾气。证明公司还需要我，就跟人一样，没找到替代品的时候呢，任你怎么作都会对你不离不弃。等找到替代品了，任你怎么低眉下目的苦苦哀求，还是要把你踢出去。我来结婚，跟贺涵啊，不跟他跟谁啊？我不接受，根本就是结婚恐惧症，能拖几个月拖几个月。子君，你觉得？年底吧，越快越好。就听子君的，年底吧，不等了。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不是都快到家了吗？怎么会又拐到吴淞路上去了？你不是向来主张随缘而安，不为了结婚而结婚的吗？结不结婚是另外一回事儿，感情生活还是应该丰富起来。个人有个人的打算，你未必都清楚。
君，你现在哪儿？我有事找你。那我现在马上过去。来了。谁啊？是我，唐晶。哎，快进来。你自己拿喝的啊，我手头上的工作弄完就跟你说话。酒醒了？嗨，你还记得昨天的事儿呢？我现在皮也是厚了，睡一觉就满血复活。平儿呢？已经睡了，他明天早上7点钟就要到学校。他现在是在你这儿时间多，还是在陈俊生那儿时间多呀？还是在我这儿时间多一点。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学校接他，万一我走不开，他也能理解，就跟着陈俊生乖乖回家了。哎，我没想到，他们两个对他挺好的。那你自己呢？我自己什么？你不会就真的想一个人这样过一辈子吧？比如，昨天晚上你喝多了，如果要不是陈俊生跟贺涵送你回来，又守了你一夜，现在你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吧？昨天晚上那个是特殊情况，我以后怎么可能喝多呢？瞎搞什么他们，害得我的领导把我送回来。还好我的领导是陈俊生跟贺涵，要不然早把我炒鱿鱼了。那你一个人这样过，不觉得孤单吗？以前呢，觉得一个人过还不如去死呢，现在觉得一个人过挺好的，很自由。所以呢，也不着急，慢慢碰了，等碰到合适的再说，对吧？反倒是你着急要过2人世界啦。你看，我们俩就是这样慢慢的颠倒过来啦。什么叫合适的？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合适你啊？20多岁的时候，你要让我想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我可以跟他过呢？我还能说出一个具体的样子来。可是现在都快40了，又离婚，又带着个孩子，你要我说我的后半辈子想跟什么样的人过，我还真说不出。那贺涵你觉得怎么样？什么意思啊？我说你也应该找一个像贺涵这样的。唐晶，喜欢你的未必喜欢我，合适你的也未必合适我。你今天是怎么了？突然跑过来说这怪里怪气的话，是有什么事情吗？明天下了班有空吗？咱们一块吃饭。可以啊，你我贺涵。明天是我到 BNT 的第10年。本来同事说要一块庆祝一下，但我不想召集那么多人，就咱们3个去酱子纪念一下。好，那我就明天早点去公司，把手头的工作忙完，就早点过来。唉，以前根本不知道，现在完全可以想象，用10年的时间去把一件事情做到顶尖是多困难的一件事儿。那就说好了，我给老周定位了。好。来了。服务员，帮我把这红酒给醒一下。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是日料店，您这瓶是红酒。洛洛，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都认不出来了，我还以为是老周新招的服务员呢。我刚也是这么想的。
是老卓把你找过来的吧？你不知道你走了以后，这老卓就一天都没开心。谁没开心过？哟，这酒是谁的？我带来的。什么好酒？这不会是我送你那瓶酒吧？没错，这瓶酒啊，是唐晶来 BNT 做我实习生的时候送我的见面礼。多少年了？10年。10年？10年你还留着？估计是他嫌酒不好，一直没喝吧。国产的，我当时100多块钱在超市买的，对我来说已经贵得不得了。我陪他一起去买的，我作证。这个酒是这样，不在年份，也不在于进口还是国产的，更不在于味道。这种酒喝起来，喝的是情怀，是吧？哟，今天怎么没去凑热闹啊？点的这些菜行吗？听老板的。今天的鱼汤熬的时间不够，送来的鸡蛋有一箱不新鲜了，我给扔了。另外那桌照烧酱应该用哪种给他们做啊？你说的？偏甜的那种吧。听老板的。再放一会儿再喝吧，可能会好一点。来，我以茶代酒，庆祝唐晶这辉煌的10年职业生涯，还有纪念我们俩10年不离不弃的友情。而我应该最有资格证明，这10年，唐晶是有多么的努力，又是多么的出色。这10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2个人，都在这儿了。我希望下一个10年，我们还可以像今天这样，经常的聚在一起。来，开动吧。我在香港的同事 Jonas 要调到上海工作了，他是单身，我想介绍你们2个认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啊 Jonas， 他是单身吗？我记得他结过婚了。去年离婚了，他老婆在新加坡，分居时间一长，自然就离了。他人很好的，对不对？我跟他其实并不是很熟悉，毕竟在 BNT 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交道。子君的情况，你已经跟他介绍过了。说过了 ，Jonas 说见一面，感觉好就好，其他的无所谓。我其实觉得我现在蛮好的，不着急找男朋友，也不想结婚，而且我不想用这种相亲的方式，急吼吼的满世界找男人。你不会是已经有了男朋友没告诉我吧？没有，我有男朋友你还不知道啊？哎，今天是你忆苦思甜的日子，好不好？不要把焦点放在我的头上。我是在想，我一定得顺顺利利的把你嫁出去，这样我才能真的安心啊。要不然你再单身10年，在我们身边再当10年亮晃晃的大灯泡嘛。我知道前段时间一直给你们俩添麻烦，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了，对不起啊，以后我会注意的。
真的会注意的啊。所以你不要给我介绍你的男同事了。哎呀，你想多了，唐晶没有这个意思。我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大麻烦。唐晶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至于其他的，你的生活，你的未来，这关键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嘛。而唐晶，我想她也只是想给你提供一个选择，接受不接受，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不就是要给你介绍一个还不错的男朋友吗？至于这么紧张吗？这酒还是不行，不是什么酒都能放得住10年的。哎，对了，你喝酒不能开车。白光，哎，送贺总回去。好嘞，谢了。哎，今儿这个唐晶是不是情绪不对啊？你都感觉到了。做什么决定要想想好哦。拜。白光，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要是喜欢一个人，你会怎么做？比如子群，你是怎么追上他的？我就约他出来玩，然后他来了，我一把我就把他抱住，我告诉他我喜欢你。然后呢？然后他就懵了，当时，然后就答应我了，然后你懂的啊。可是他要是说他不喜欢你呢？不喜欢就不喜欢呗。但我想他都能答应出来陪我玩，那90%他是喜欢我的，对吧？子群之前你还有过女朋友吗？啊，我交过2个。都是这么追上的？对啊，要不然还能怎么追？我是男人，那还能让女孩反过来追咱们啊？男人就得主动出击。怎么笑这么开心啊？我笑你说的对。有事吗？我有话要跟你说。今天并不是什么他入职10周年的纪念日。不是。他来 BNT 的时候是6、7月份，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大楼里面的空调坏掉了，因为又是梅雨季节，大楼里边非常闷热，大部分人下午就都回去了。但是因为他刚来公司是实习生，他不敢走，热得差点中暑。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我猜测他是想找一个借口，把我们约在一起，因为他怀疑我们。怀疑我们？你和我，他怀疑我们之间有问题。你干什么？给唐晶打电话呀！他不是怀疑我们吗？跟他解释清楚啊！你难道没有去跟他解释吗？你没找过他吗？我以为你已经去找过他了。我没有，我先来找的你。因为我有话要对你说。你什么都不要对我说，
你现在要跟我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唐晶在怀疑我们。你现在要做的是赶紧赶到唐晶面前去安抚她，让她心宽下来，不要再怀疑我们。你尽快把婚期定下来，不要再拖延。而我要做的是跟你们保持一定距离，远离你们，再也不会当你们的电灯泡。我不能跟唐晶结婚。因为我爱上了你。收回你说的话，我可以当你什么都没有说过。收不回去。我既然说出来了，就没打算收回去。你知道我爱你，只是你没有想到我会把它说出来，没有像你一样把什么事情都隐藏在心里。我没有要隐藏的，我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隐藏的。贺涵，我在想，可能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接触的比较多，你知道，人跟人久了在一起，难免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那种感觉，但是它绝对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更谈不上什么是爱。我都快40岁了，我知道我爱上的人是谁。你可以爱上任何人，但不能是我。我也可以爱任何人，但不能是你。你不明白吗？我明白，我当然明白。可我偏偏就是这么不知不觉的爱上了你。是，这对唐晶不公平。他可能会骂我，恨我，可能会报复我。我都理解，我也都能接受，但是我不能因此再去欺骗我自己。我们应该正视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吗？我没有什么要正视的，我什么都没有。贺涵，如果没有唐晶，那被你贺涵爱上应该是最幸福和最骄傲的事情。可是唐晶是我的好朋友，她不光是我的朋友，她还是我的亲人，我的家人。在我跟陈俊生要离婚的时候，几乎活不下去的时候，是唐晶一手紧紧地抓住我，牢牢不放，我才可以活到现在。如果没有他，你都看不到现在的罗子君。我的命是唐晶给的。可是你知道我爱你，而且你也爱我，对吗？我不会傻到连这点感应都接受不到。你是贺涵，你是如此优秀，如此自负。你只要对一个女人这么好，任何一个女人都会爱上你，但这个女人不能是我。唐晶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连自己都瞧不上的混蛋。我可以不恋爱，我可以不结婚，我可以爱一个人一辈子烂在心里，但是我不能去做对不起唐晶的事儿，你不懂吗，贺涵？贺涵，你是我的老师，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最要好的女朋友的未婚夫。我请你再好好想一想，好吗？天崩地裂也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我的心里分裂成2个罗子君，一个罗子君正因为贺涵说爱我而激动得热泪盈眶，而另一个更大的罗子君却扼着喉咙警告我犯下了有违良心与道德的巨大错误，必须不顾一切地去弥补。喂，唐晶啊，刚才吃饭的时候，你跟我提起的那个香港来的 Jonas， 我觉得要不你安排我们见个面吧。就当是多认识一个朋友也行。虽然我觉得一个人过着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也挺期待有个人能陪我共度后半生的。说不定我们俩见了面还觉得挺有缘分的。你确定啊？
爹，等我约了人家，你又说你不去了。这么晚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啊，对啊，我就是觉得平常跟你们在一起，或者在公司上班，或者在家里有平儿在的时候，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像今天晚上这样一个人在家里，孩子也不在身边，我还是会觉得很冷清、很孤单。好，我帮你约他。晚安。这样不太合适吧？没关系，因为本来都是小董跑的。我知道，我去了以后，我熟悉一下现在情况。走，我先走。贺总，今天那么早？你们不是比我更早？下半年安琪儿公司要转战便利店行业，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北上广深的所有品牌便利店的现状和概述，我们周4应该能交出来的。可不可以再早一点？争取明天吧。今天晚上。太好。贺总，有件事情想跟您解释一下，就是那天聚会的事情，大家确实喝的有点多，但是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挺有分寸的。知道了。今天我们要跑趟五角场，因为那边新开店的数据不是很全。本来这件事情呢是小董跑的，但是今天罗子君跟我说他要去，而且他还跟我讲以后跑店的事情都要让他去。其实我觉得稍微有点不合适，因为跑店很辛苦嘛。但是他很坚持，所以我就同意了。我知道了，这不关你的事，忙工作吧。好。贺总，您还不走啊？他们还在加班，我晚一点看看他们能做完多少。你先回去吧。哎，好嘞，那我先走了。乐子君，你为什么要躲着我？我下午去跑店了，回来已经6点多了，正常工作。一会儿下班，我送你回去。不用了，我有话要跟你说。我约了人宵夜。你忙完手头上的工作已经要12点了，谁跟你宵夜啊 ？Jonas 在对面楼上班。他今天也加班，所以就约了一起宵夜。都是忙得昏天黑地的外资企业，才可能这样彼此谅解吧。你故意的是不是？你故意要约着跟他见面，不管你见到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你都会告诉唐晶，你愿意跟他相处是吗？你觉得这样就可以解除唐晶对我们的怀疑了是吗？我得回去上班了，要不然玲玲要骂我偷懒了。这么晚来找我，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这么晚，罗子君约了 Jonas 去吃宵夜。哦，那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突然给罗子君找男朋友？你来找我就是为了问我这个？不是。那是什么？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干嘛突然又不说了？说说你一直以来是怎么帮我好好照顾我的闺蜜的？从生活到工作，从苏曼殊的市场调查公司到现在的陈星。再说说那天她去玲玲的聚会上喝多了，你是怎么去英雄救美的，又是怎么样守了她一夜？守了她一夜，你还心虚的不敢让我知道。我去她家的时候，你躲起来了，还让陈俊生骗我。他开你的车来的，那他自己的车是谁开来的？他最不幸的是，总得留下一个人照顾他，而陈俊生不能留太久。玲玲，你可以实话实说的。如果你还记得她是我的闺蜜的话，你难道不应该告诉我吗？我只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她是罗子君，她不是什么其他别的女人。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是单身，你大可以瞒着我去跟10个 Vivian 周游世界，共度良宵，你有你的自由，随便。可罗子君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跟他之间不可以有任何事情瞒着我。所以你才编出一个入职10年的聚会，用来考察我和罗子君的关系。所以你才弄出一个胶囊词，来考验我的反应。我考验你，是因为我心里还存有对你的一点点侥幸。我觉得真的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你跟子君之间没有任何事情瞒着我，你们还是我心目中最可以依赖、最可以信赖的2个最好的朋友。我相信你们就像相信每天太阳都会升起一样。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是玲玲她在挑拨离间。玲玲跟玲玲有什么关系？她都告诉我了。她细数了我离开上海去香港的这段时间，公司里流传的你跟罗子君的所有故事。无风不起浪，我们都知道，即使是小道消息，也不会是无中生有。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挑拨、刺激、羞辱，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我不管他是什么目的，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我在乎的是你们2个，你贺涵，你和罗子君，你们2个人。你们2个人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对哪个女人这么好。你始终犹豫的不想结婚，原来不是不想结婚，只是不想跟我结婚。你说你不太会爱护人，其实只是因为我不是你真的想去爱护的那个人。戒指好看，我可以自己买。我也会自己好好爱护。